4000，这个整数关口，昨天差一点就守不住了。周一那一根大阴线，直接把金价从4080的位置一路砸到4005附近收盘，单日跌幅1.83%。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回踩，转眼之间，4000大关已经近在咫尺。到底是谁在背后按下了这个卖出的按钮？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们照例回顾一下隔夜刚刚收官的这一个交易日，再一起展望今天。老规矩，先说一句郑重提醒，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者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务必独立思考，盈亏自负。好，我们正式开始。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发生了什么？周一黄金收在4005.7美元，大跌1.83%，白银更弱，收57.97美元，跌了2.08%，双双走弱。第二，最大的推手，美联储官员偏鹰的表态，加上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共同把美元和收益率一起顶了上去，压得贵金属喘不过气。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件事，今晚的6月 CPI 通胀数据，它很可能直接决定金价会不会正式跌穿4000。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我们先看整体。如果说上周还是多空拉锯的僵持，那么周一就是空头彻底占据了上风的一天。黄金和白银这对难兄难弟，几乎是手牵着手往下走，没有给多头任何喘息的机会。整个市场的情绪从上周的观望，迅速切换成了实实在在的避险抛售。但请注意，这一次的避险，避的不是买黄金，而是买美元。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地缘冲突升温，传统的避险之王黄金反而挨了一记闷棍？这里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就在昨天的节目里，我把4080这个位置明明白白的称为多头的生死线，也提醒过你，一旦有效跌破，下方将直接打开到4040乃至4008的空间。结果呢？周一市场用一根干脆利落的阴线，不但跌破了这条生死线，还一路把这2个下方目标全部走完，最终收在了4005。这个判断方向是对的，但坦白讲，下跌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这一点我也要提醒大家，在弱势行情里，破位之后的杀跌往往不讲道理。那么问题来了，跌到这里，黄金到底还有没有底？白银为什么摔得比黄金还惨？美联储和这场中东冲突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别急，这一整期我会带你一层一层把它剥开。好，我们接着看黄金。好，我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看看黄金自己的走势。周一这一天，金价高开低走的意图非常明显，亚洲时段还在4080上方勉强支撑，可一进入欧美盘，卖压就倾泻而下，最低下探到4005附近，几乎是贴着当日低点收盘。这说明什么？说明到收盘为止，空头依然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多头连一个像样的反抽都没能组织起来。我们把视野拉长来看就更清楚了。目前的金价已经深深地跌在了50日均线和200日均线的下方。50日均线在4300附近，200日均线更是高高在上，在4600的位置。这2条线，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市场的中期成本线和长期成本线。当价格站在它们下方，就意味着最近这2个月乃至大半年买入的人，大多都已经被套牢。这些被套的浮亏盘，未来每一次反弹，都可能变成新的卖压。这就是所谓的上方套牢盘沉重。打个比方，这就像爬一座满是积雪的山坡，每往上走一步，头顶都可能有一批解套盘松手抛售，把价格重新压下来。
而与此同时，50日均线和200日均线本身也从过去的支撑变成了悬在头顶的2道天花板。金价想要真正扭转乾坤，就必须先一步步收复这2条均线。在那之前，趋势的天平始终是向下倾斜的。所以你会看到，眼下的黄金是一个典型的空头排列格局，价格在均线之下，均线又向下发散，趋势的力量是向下的。当然，凡事都有另一面，金价短期跌得这么急，这么深，技术上已经进入了严重超卖的区域，随时可能出现一波技术性的反抽。但请记住，超卖不等于见底，反抽也不等于反转。在趋势没有扭转之前，任何反弹，在没有站稳关键均线之前，都只能算作下跌途中的喘息。好，黄金先看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小兄弟白银。接着看白银，如果说黄金周一是重伤，那白银就是伤上加伤。周一白银收在 57.97 美元，单日大跌 2.08%， 跌幅明显超过了黄金。这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白银从来都是黄金那位弹性更大的表亲。这里我给刚入门的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弹性。白银有一个双重身份，它一半是贵金属，跟着黄金享受避险光环，另一半它又是重要的工业金属，广泛用在光伏、电子这些领域。这就意味着，当市场情绪好、经济预期强的时候，白银往往涨得比黄金猛。可一旦风向逆转，避险和工业需求两头承压，它也会跌得比黄金更狠。这就是为什么行情里有句老话叫金银比，用黄金价格除以白银价格。周一收盘，这个比价大约在69，也就是说1盎司黄金能换差不多69盎司白银。这个数字最近一直在走高，恰恰说明白银相对黄金越来越弱。从消息面看，市场对白银的看法也偏空，已经有分析把下方的关键支撑指向了 55.6 甚至55整数关口。这意味着如果贵金属的整体弱势延续，白银这边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今晚的通胀数据意外利好，金价企稳反弹，那么弹性更大的白银往往也会是反弹里冲的最快的那一个。它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下跌时它替你放大痛苦，上涨时它又替你放大快感。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白银的仓位往往要比黄金更轻，止损要设得更紧，因为它的脾气实在太烈。你越是想在白银身上赚快钱，就越容易被它剧烈的波动扫出局。好，聊完了两个主角的表现，我们把话题转向背后真正的推手。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主导了这一切？答案藏在2个词里，美元和美债收益率。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这个传导链条。先说美债收益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持有美元现金能拿到的无风险利息。而黄金最大的软肋就是它本身不生息。你持有一根金条，它不会给你分红，也不会给你派息。所以当美债收益率往上走，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跟着变高。既然把钱换成美元，买美债就能稳稳拿到 4.5 以上的利息，那我为什么还要抱着一块不生息的黄金呢？周一，正是市场对利率预期的重新定价，把收益率重新顶了上去，这是压垮金价的第一只手。第二只手是美元。周一美元指数明显走强，这背后有2重原因。一方面，美联储官员偏鹰的表态，强化了利率会更高更久的预期。另一方面，中东局势紧张，油价大涨 5%， 避险资金反而涌向了美元这个全球头号避险货币。你要知道，黄金几乎都是用美元计价和交易的，美元一贵，对于用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黄金就更贵，更买不动，需求自然被压制。收益率和美元这2只手一起发力，黄金想不跌都难。好，说到地缘，我们也顺着这个话题往下看。说到地缘，我们也得简单聊2句。
因为这一次它的表现非常反常识。按照传统剧本，中东一旦开战，避险资金应该抢着买黄金才对。可这一次，我们却看到了炮火更响，金价反而更弱的奇景。原因就在于，这次冲突的核心影响是通过推高油价来实现的。油价大涨，意味着通胀的火苗又被重新点燃，而通胀一旦抬头，市场就会担心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这又反过来推高了利率和美元的预期。于是你看，这条链条绕了一圈，地缘冲突的避险利好，最终被利率走高这个利空给盖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黄金的避险光环暂时失灵了。换句话说，同样是打仗，市场关心的不是新闻标题本身，而是它最终会怎样传导到利率和美元上。这一次，通胀这条线压过了恐慌这条线。当然，我要提醒一句，地缘局势瞬息万变，如果冲突进一步失控，演变成真正的系统性恐慌，让全球资金开始不计成本地寻找避风港，那么黄金的避险买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把今天的逻辑瞬间推翻。这根弦我们一刻都不能松。好，接下来重点说说美联储。这是眼下整个市场的定盘星。周一贵金属的这波急跌导火索之一，正是美联储官员偏鹰的公开表态，市场解读为降息这件事恐怕要往后大大推迟了，甚至开始有人压住年内还有加息的可能。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个最核心的逻辑，真实利率。所谓真实利率，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黄金作为一种不生息的资产，它最怕的就是真实利率走高。当美联储态度偏鹰，坚持把利率维持在高位，而通胀又因为油价等因素显得有粘性时，市场对未来真实利率的预期就会上移，这对黄金是实打实的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美联储官员的鹰派发言，几乎都会让金价打个哆嗦。那另一面的故事是什么呢？如果今晚的6月 CPI 数据明显降温，低于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正在受控的逻辑就会重新占上风，市场对年内降息的压注可能死灰复燃，届时被压得很低的金价反而可能迎来一次报复性的反弹。你要明白，眼下金价之所以这么弱，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提前把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这个悲观预期给提前定价进去了，一旦现实没有那么糟，这份被过度定价的悲观反过来就会成为反弹的燃料。所以你看，宏观的天平此刻就悬在今晚这份通胀数据之上，向左一步是喘息，向右一步是深渊。好，讲完了宏观逻辑，我们回到图表，来看看具体的技术点位。好，我们把前面的宏观逻辑落到黄金的具体点位上。先说下方支撑，眼前最重要也是最直白的一个关口，就是4000这个整数大关。它不仅是心理防线，收盘4005几乎就是踩在这条线上。一旦今晚数据利空，4000被有效跌穿，那么下方我看向3950这个区域，那里是更强的一道防守。再说上方阻力，昨天还是支撑的4080，今天已经彻底变成了压在头顶的阻力。这就是技术分析里典型的支撑阻力互换。也就是说，金价想要重新转强，第一步就得先站回4080上方，否则任何反弹都只是弱势里的挣扎，再往上才谈得上去挑战4110这一带。那么怎么去用这些点位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框架，把4000看成多空的分水岭，价格在4000上方挣扎，说明多头还在做最后的抵抗，行情可能演变成低位的震荡整理。可一旦收盘有效跌破4000，并且跌破3950，那就意味着新一轮下跌空间被打开，你就要格外小心了。记住，我们跟随趋势，而不是猜测底部。好，黄金的技术面讲清楚了，白银这边其实逻辑高度类似。白银的技术面
逻辑跟黄金一脉相承，只是它的波动更剧烈。当前白银收在 57.97， 同样深陷在50日和200日均线的下方，两条中长期均线都在70附近，可见白银离自己的成本线有多远，弱势有多深。具体点位上，下方我关注 55.5 这个区域，这也是市场普遍认同的关键支撑。一旦这里失守，白银可能进一步下探55整数关口。上方呢，第一道阻力我放在60这个整数关，只有先站回60上方，白银才谈得上企稳。在没有站回去之前，白银大概率还是跟着黄金亦步亦趋，甚至跌得更多一点。好，两个品种的技术面都说完了，接下来是我每期都必须停下来强调的部分。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停下来，认真跟大家强调一下风险。你可能听我把下跌的逻辑讲得头头是道，但请千万不要因此就觉得做空稳赚不赔。市场最擅长的就是在所有人都看空，都往一个方向挤的时候，突然给你来一个凶狠的反抽。尤其是今晚就有 CPI 这样的重磅数据，数据公布的瞬间，价格可能剧烈双向插针，这种时候贸然追单，风险极大。所以我恳请每一位朋友务必保持谨慎，控制好你的仓位，设好你的止损，永远不要用你输不起的钱去交易。无论行情多么诱人，请先保持冷静，活下来永远比赚一时的快钱更重要。好，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关注重点和后市展望。我给你画3个重点。第一个，也是今晚的绝对焦点，北京时间今晚的6月 CPI 通胀数据，市场预期同比涨幅将从上个月的 4.2% 明显回落到 3.8%， 环比甚至可能是负的 0.1%。这个数据如果如期降温，会给被鹰派预期压垮的金价送来一丝喘息。可如果它意外爆表，通胀重新抬头，那4000大关今晚可能就危险了。第二个重点是关键点位，请你把这2个数字刻在脑子里。黄金下方看4000整数关和3950，上方阻力4080。白银下方看55.5，上方阻力60。这些位置的得失，就是我们判断多空强弱的最直接标尺。第3个重点是本周剩下的日程，除了今晚的 CPI， 明天周3还有6月 PPI 生产者物价数据和美联储的褐皮书，周4是6月零售销售和每周初请失业金，周5则有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胀预期。此外，本周还有多位美联储官员轮番讲话，鲍曼、库克、威廉姆斯等等，每一次发言都可能牵动利率预期的神经。可以说，这是数据和官员表态密集轰炸的一周，波动恐怕少不了。那么，把这些串起来，我给你画一张简单的剧本图。上行剧本，今晚 CPI 大幅降温，美元和收益率回落，金价企稳并重新站回4080，那么这波超卖反抽就能展开。下行剧本， CPI 居高不下，鹰派预期继续发酵，金价有效跌破4000和3950，那下跌空间就被进一步打开。至于会走哪一个，今晚的数据会给我们答案。那么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抛给你，你觉得今晚的6月 CPI 公布之后，金价会不会正式跌破4000？在评论区打下你的判断，是破还是守？最后的最后，还是那句必须再说一遍的话，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与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真金白银的每一笔盈亏，最终都要由你自己承担。请务必独立思考，谨慎决策，盈亏自负。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时间，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